欢迎收看小老婆汽车资讯网，我是大王 Singer。那这一次的2025米兰车展呢，我们来到雅马哈的摊位，看这一次有什么样的不同或什么新车。第一台呢，就是 R7。这台 R7呢，今年做了大改款。我们先来看外观的部分，有没有发现外观跟之前是完全不一样的？外形上面整个做了改动，而且不是只有外形，还有车架，还有电控配备。完全通通都不一样，是整个大更新。所以这一代的 R7呢，可以说比较像是 R7加上 R1的配备，只有引擎是双缸，但其他东西全部都是新的。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。首先呢，外观部分，它的造型比较像是趋近于 R9的样子，但是没有这么夸张。如果你去看 R9，你会发现它两边有一个很大的进气的部分，看 R7稍微收敛一点点，因为它有某部分来说，让你比较适合一般的通勤使用哦，不像是 R9 比较偏于那种纯竞赛。那再来我们看到侧面整流罩的部分呢，也跟之前看起来是不太一样的。然后整个车架的 layout 是不同的，那避震器部分呢也不一样。那这边它特别有说，因为油箱造型不同，车架不同，所以旗支也不一样。你会发现这个旗支呢，其实跟之前的版本是完全不同的，油箱变得比较好夹，然后呢，更容易进入战斗旗支。那我们之前讲过，雅马哈的车有个特点，就是呢，你手很自然放下来的时候，它就会形成是一个很自然的抓握姿势，很舒服。那如果你要战斗的时候，稍微后面一点，整个是很棒，很像厂车的。那这次有个重点就是呢，它的电控系统，我刚刚有提到说，完全大升级，跟雅马哈 R1是一样的。因为它导入了所谓的6轴 IMU 系统，所以它可以做很多种的控制，还有所谓的电控节流阀，所以它有3种骑乘模式，以及进退排的快排，全部都有。然后你看这边的控制是非常复杂的，所以它除了有循迹控制系统之外呢，它还有滑动控制、防孤轮、防翘后轮等等的，全部都给你了。所以整体来说，这一台2026年式大改款的 R7， 除了引擎不变之外，其他全部都不一样了。这台车呢是有一个 R1 灵魂的 R7， 让你可以下赛道，可以跑山路，通勤呢也 OK， 因为它有定速的功能在这里，所以这台车上得了厅堂，下得了厨房。很棒的一台通勤、跑山、赛道用的车。那除了大改款的 R7之外，还有什么是特别的地方呢？我们往这边走，我们去看这一次25周年纪念的 T-Max 560。走。然后，如果有关注小老婆频道的朋友呢，会知道说，今年是雅马哈的70周年。雅马哈从1955年成立到今年2025，刚好是70周年，所以他们有系列的活动。那这一次呢，有没有看到一台 R7？ 我有说之前 R7 推出的时候，我说那种双缸的 R7 推出的时候呢，一些老车友都哀哀叫，因为在我们心里面，这才是 R7。当年为了那种750cc 级的赛事所做出来的车款，昵称是 OWO2， 在1999年推出了 R7 4缸。但是呢，经过了时代进化之后 ，R7 变成那样了。但这次看到它把电控加满之后，其实心里也比较欣慰了。好，我们去看我们的 T-Max 560走。那这个呢，就是25周年纪念版的 T-Max 560。那为什么 T-Max 对于雅马哈来说这么重要？因为 T-Max 在2001年推出的时候，当时候这台车出来之后呢，是 T-Max 500。这台车定义了什么叫做运动型速克达。那在这个 T-Max 的这些过程中，从 T-Max 500、530到560，以我们资深车迷说的话，叫做一路被致敬，但从未被超越。这就是 T-Max 的魅力跟它的精神跟厉害的地方所在。那这次的改变呢，其实只有外观颜色。你看到它的坐垫变成红色，因为这里当时候的纪念版就是这个颜色，所以它为了致敬25周年的 T-Max， 所以有了这个配色。好，那其他部分呢，其实跟我们大家熟悉的 T-Max 是一样的，那我们就不多说明。不过大家记得，从 T-Max 开始之后，这个世界才有了运动型速克达这个名词出现。在台湾的朋友，我们会说这叫做劲战560。就这个意思，因为劲战也是运动型速克达的代名词之一。
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在米兰车展的雅马哈摊位所做的快速介绍。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欢迎帮我按赞、分享、加订阅，并开小铃铛。我是大毛这个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